地球上突然出现3只泰坦巨怪，他们都向着同一个地方前进，那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当3只泰坦汇合，整个世界将会被重组。为了阻止泰坦汇合，新一代巨怪猎人小吉冲锋陷阵，他们打出大炮阻击，炮弹打在巨人身上，如同蚊虫叮咬一般。僵持之下，小吉决定使用炸弹炸毁泰坦，可没想到半路绳索断裂，他直接掉了下去。关键时刻，同伴展开翅膀飞过来救了他，然而激动之下，他的翅膀瞬间被冰冻，两人掉落到冰雪上。刀子嘴豆腐心的同伴决定独自去炸毁泰坦。他冲向冰封泰坦，成功的把泰坦炸碎。随着泰坦的崩塌，小吉被吹飞出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冰雪女巫居然复活了。她使用冰封核心再次复原泰坦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让小吉备受打击，只能看着巨人大步朝世界中心走去。另一边，小吉的哥哥来到了森林泰坦的领地，但现在他已经彻底失控。他想尝试唤醒小绿，却被一鞭子扔下了悬崖。幸好同伴及时接住了他。为了支援队友，他使用魔法缠绕泰坦，给队友创造机会，可队友还是失败了。小绿轻轻一挥手，就把他甩出了100米之外，小手再轻轻一用力，就把他变成了石雕沙画。没办法了，克莱尔几人又来到香港，这里是岩浆泰坦的必经之路。为了取得能扭转乾坤的法球，他们拜访了当地的巨怪，可对方根本不想给他们法球，他们只能使用文明点的手段。当小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这边已经在开战了，普通的技能根本挡不住泰坦巨兽。岩浆泰坦到了，正当这个时候，外星机甲及时登场了。这可是小吉他们的伙伴，机械人二话不说，直接攻击岩浆泰坦。这可是外星人的精品杰作，一时占据了上风。虽然机械人连续攻击泰坦，可还是被对方捉住了机会。岩浆泰坦抱起机械人，把他甩飞并乘胜追击，但机械人还是拼命射断了岩浆泰坦一只手，随后被岩浆泰坦的魔法攻击射穿了胸膛。好在驾驶员在击毁人亡之前成功逃了出来。同一时间，克莱尔他们终于取得法球，并立刻逃离此处。虽然取得了法球，但还是没能阻挡岩浆泰坦。按照宝典的指引拿到法球，却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。当年法师梅林为了世界平衡，锻造了一件武器以及一块巨怪猎人的徽章，这是上一个巨怪猎人阵亡之后，猎人徽章第一次向人类发出召唤。而拥有这套装备的就是我们的男主小吉。在一次行动中，小吉不幸被黑魔法击败，徽章也被破坏，这些都是恶毒的巫师害的。小吉决定再次找小绿的森林泰坦，试图唤醒他，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。以他们的力量根本阻挡不了3只泰坦。好在这次他们成功了，小绿加入了他们。这天，克莱尔和小绿正乘坐地铁，突然车窗开始急速冰冻。小绿知道女巫要来追杀他了，接着列车的另一端又开始烈火焚烧，两人被吓得赶紧后退，可他们已经被2头夹击，眼看已经无路可逃了。这可是火焰之子复仇焰魂，刚见面就是一记大招伺候。幸好小吉用布隆盾牌挡下了攻击，他一路冲上前与火焰之子战斗。火焰之子盔甲上的2个孔居然是2个眼睛，小吉不禁吓了一跳。火焰之子输出高温烈火，小吉赶忙急速后退，而笼子里的黑猫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突如其来的烈火点着了他的尾巴，黑猫左右走位冲过烈火，竟然长出了一双翅膀，飞到了车长室。这可不是一般的猫，他打开了大门，放了肥仔和大怪兽进来。他们的任务是拦停这辆车，可肥仔用力过猛，直接把手刹杆给整断了。列车因车速太快，直接飞出了轨道。关键时刻，同伴制造出了一条悬浮轨道，同时大怪兽也刹住了列车。这时2个女巫飞了出来，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纷纷掏出手机拍照。女巫见状，用烈火把这群人围了起来，随后把小绿捉走。一阵乌云风暴，几个巫师消失在人群之中。当3只泰坦来到世界中心，地球将会重组，而被捉走的小绿本也是3名女巫之一。为了对付接下来的敌人，同伴帮小吉打造了新的徽章。随后他们通过传送门来到女巫的地盘，眼看女巫们就要召唤泰坦，小吉急忙掏出徽章等待变身，可没想到的是徽章居然失灵了，还冒出浓浓白烟。伙伴们也等不及了，他们集体攻击女巫，试图打断他们的仪式，可是对方的魔力实在强大，全部被挡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几个女巫好像要成功了，她们嘴里集体发出激光，接着又是满屏的绿光。一阵乌云过后，几个女巫消失在他们眼前，并召唤出了对应的泰坦。地球的重组仪式即将要开始了。地球上突然出现了3只泰坦巨怪，他们都向着同一个地方前进，那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当3只泰坦汇合，整个世界将会重组，必须尽快阻止他们。克莱尔决定把小绿控制的森林泰坦传送过来，随即森林泰坦和冰封泰坦展开大战。2大泰坦打得相当激烈，一阵激光波过后，小绿一个左勾拳，再加一个扫堂腿，冰封巨人随之坠落。可巨人的下方有数名小孩，善良的小绿见情况不妙，立马使出绿藤枷锁拉住了冰封巨人。不料冰封巨人使出无敌冰锥，直接刺穿了森林泰坦的胸膛，同时小绿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小绿使出终极大招连根拔起，直接击穿了冰封巨人的心脏。2个女巫同时受到了伤害，小绿被直接冰封化成粉末，冰封女巫则被树藤缠绕灰飞烟灭。之所以小绿会从良，是因为克莱尔多次找到小绿，最终小绿才被唤醒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绿最后还是牺牲了。2大泰坦消失后，他们就不能再合体了。可这时岩浆泰坦居然还在前进，他们再次打开了新华
华字典。小吉发现2页书居然粘在了一起，原来只有一个泰坦成功也可以毁灭世界。如今唯一能拯救世界的方法就是拔出圣剑，只要拔出圣剑，就会拥有强大的力量。来不及多想，小吉自告奋勇，在众人的围观下，小吉成功拔出了圣剑，一束红光冲天而起，圣剑同时也被唤醒，大家纷纷亮出武器装备，迎战岩浆泰坦。然而岩浆泰坦的控制者火焰之子只是轻轻的一个技能，就爆发出了毁灭性的伤害，小吉的同伴都纷纷被打趴在地，唯独剩下坚强的小吉。火焰之子一路追打小吉，此时的火焰之子就好像吃了无数的红蓝 buff， 小吉被他按在地上摩擦，他快速如风，打得小吉鼻青脸肿。尽管如此，这位少年并没有放弃，他坚强地站了起来。当火焰之子要施法把小吉灭掉时，小吉的猎人徽章终于被唤醒，徽章挡住了火焰之子的烈火。从新获得徽章，小吉再次拥有变身巨怪猎人的力量，身披猎人铠甲，再次召唤圣剑，燃起来吧，少年！满魂力的小吉向火焰之子发起反击，仅一击便斩断了火焰之子的法杖。小吉要求火焰之子立即停止这一切，可没想到火焰之子借机刺了小吉一刀，手段极其狠辣。火焰之子要接续完成仪式，准备重组这个世界。好在肥仔发射现魔器，吸收了火焰之子的魔法。小吉瞅准机会，趁机补刀，一剑成功送走火焰之子，火焰泰坦也随之土崩瓦解，被解体的泰坦砸中，肥仔也没能幸免。拯救世界的梦想实现了，可是却失去最好的朋友，小吉悲痛万分。这时法球散发出剧烈的光芒，化成一颗时间宝石，这颗宝石拥有逆转时空的力量。小吉决定利用时间宝石回到过去，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切将会重来。看来肥仔没白交你这个朋友。